小白龙，你怎么来了？有新任务。我不会瞎了吧？放心吧，滴上这个药水之后，马上就会好的。师妹，我能看见了。你们这次太危险了。若不是童双去找风清卓的时候看到那本鬼市的书籍，我都不知道上哪里救你们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我的身体已经好了，不信，你摸摸看。是不是和常人的温度没什么差别？虽然我们没能拿到火柴，但我们至少知道它在什么人手里。只要有了火柴，就有了解毒的希望。哎，对了，风仵作，我们在鬼市遇到的老头，你认识他吗？哦，我不认识啊。那他为何对你我下手？他鬼市里面大多都是穷凶极恶的亡命徒，动心起念之间皆为恶，所以他们做什么都不奇怪。哦，没错，他上来就想要你一只眼睛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师妹，你个虎娘们儿，敢用眼睛去换疯了吗？话虽如此，但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我的眼睛。风仵作，你确定你当真不认识他？我真不认识，我当时是看他手里藏了毒药，所以想上去阻止，可我武功太差，没能阻止下来。还好你们来得及时，不然我们今天……都怪我，不该带你去鬼市的。是我执意要去的，不怪你。小姐，夜深了，该休息了。怎么了，小姐？青樱，明日一早，你帮我去找钟雪曼。是。鬼市那个人你认识？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是你们毒酒谷的人。他就是老臭虫，我师叔，杀我师傅那个人。怪不得昨夜你那么拼命。老臭虫和我们的案子有关。什么意思？在你毒发晕倒之前，我就想告诉你，卖给冯姨娘致幻药的人，可能就是老臭虫。怎么证明？我之所以知道赤金的存在，是因为我在阴阳册上面清楚地记得有他的记载。
阴阳册。我师祖毕生所学都记录在阴阳册里，他临终前交给了我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什么时候交阴阳册啊？此穴微感疼痛，记住了吗？他之所以杀我师父，就是为了抢那本阴阳册。可我师父早就把那本阴阳册交给了我，所以老臭虫才没有得逞。这么说，赤金和你们独绝谷有关？在后宗耀尸体里发现赤金的时候，我就怀疑和独绝谷有关。但赤金的提炼过程异常复杂，非绝顶高手不可为，就算是我也练不出来。而独绝谷里，现如今只有老臭虫能够练得出来。那老臭虫很有可能跟夜煞有关。老臭虫这人坏透了，什么恶事都干得出。只可惜，昨晚被他跑了。只要他人还在京城，我们就有机会找到他。你身份的事，不打算告诉他们吗？独绝谷出来的，能有什么好人啊？你不就是好人吗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想的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本就很难建立，也很容易消散。我不想让大家误会。作为朋友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纸永远包不住火。如果有一天被他们发现你的身份，误会可能会更深。我再想想吧。霍小姐，你这是？家祠犯案在身，原本是要停尸待审，这次能够先葬后审，全都仰仗神捕营帮助。这顿饭，钟捕快若是不受，小女心里会过意不去的。死者为大，霍小姐你客气了。只是你今日找我过来，应该不只是为了吃顿饭这么简单吧？有事不妨直说。有一样东西，想请钟捕快看一下。霍府的账本。这账本之前一直是霍夫人跟李孝在管，如今我接手了，在我梳理账目之时，我发现了一些古怪之处。霍府的账目有问题，为何要找我？霍府每半年都会有一笔大宗进项，是从城郊的广厦山庄汇来的。可我查了家中所有的产业，霍府和广厦山庄不曾有任何生意上的往来，广厦山庄没有理由定期给霍府钱。然后我就追溯起源，查了霍府今年的账目，发现第一笔转账居然来自23年前。23年前，我娘死前曾跟我说过，我就是那一年被我爹从边疆带回来的。我还曾听我娘说，广厦山庄的庄主楚广厦，曾是我爹的亲兵。霍小姐，你跟我说这些是有何意图？我爹死了，我娘也死了。我想查清自己的身世，这是我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线索。或许，楚庄主可以为我答疑解惑。可我和楚庄主并不相识，广厦山庄我也一无所知。如果我贸然前去，他可能会对我起疑，所以我想请钟捕快帮忙，帮我尽快查明自己的身世。
2个包子。哎，好嘞，你拿好。哎，多谢啊，昨日出手相救。我也没想到你胆子小，武功差，竟然还敢去鬼市那种地方。我答应过肖大哥要救他，我答应的事儿，我拼了命也要做到。你说那个虎娘们儿，啊，钟雪曼，真的愿意为了火柴交出自己眼睛吗？那是救肖大哥的机会，他一定不会放弃的。可他之前都那样对大哥了。他俩的感情，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。别说是一只眼睛了，就算是一条命，我觉得他也丝毫不会拒绝的。风总，那个，我那天推了你，对你发脾气，你打我一下，我们扯平了行吗？我打你疼的不还是我自己吗？就你那肉厚的跟什么一样，我打得动吗？那你用刀砍呗。我不要。你个马，以后还是叫我疯子吧，叫疯子，我听着不习惯。疯子，哎，这顺耳朵了。我仔细查过账本，广厦山庄向霍府的进项确实是从23年前开始的。那一年霍宗耀将军刚从海牙回来，如果楚广厦真是霍将军的亲兵，那他也去过海牙，当时也刚从海牙回来。但你不了解霍德荣的意图。我们查霍府案子时，他把我们引向霍夫人和李笑，还故意抛出了个那么重要的线索，真的只是为了自己的身世吗？不管是何目的，既然牵扯到了海牙，我们都要查下去。我跟他一起去，你留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。他知道你的身份，万一要是害你，就算他想害我，我也躲不掉。不如见招拆招，说不定我们还能找到他的破绽。大哥，钟不快，我打听了一下，楚广厦确实从过军，后来卸甲归田，不知道从哪弄来一笔钱，开了广厦山庄这份产业。这些年，楚广厦一心向道，平日里跟青台山的仙师都有来往。据说他想长生不老，修仙飞升。长生不老，看来真的什么都不缺了。楚广厦一个当兵的，突然弄来那么大一笔钱，这钱十分可疑，来路肯定不明。是人是鬼，一看便知。走吧。大哥，你不带个斗笠吗？无妨，这里离京城已经很远了，没人认得出。两位尊客，里面请。敢问这位兄台，今日这广厦山庄有何喜事啊？你不知道吗？这庄主大寿，广宴宾客。据说，这青台山的仙师研制出了返老还童的仙丹，特意亲自送过来给庄主添喜。然后这庄主在宴会上亲自服用这仙丹。我们也是来看看热闹的。不多说了，我先进去了。有劳。返老还童，我们也进去看看吧。几位尊客，里面请。问都不问我们是谁啊？庄主交代过，今日不论是谁，只要进得此门，都是贵客。你们家庄主倒是挺大方，就不怕我们是来打秋风的？贵客说笑了，我们这儿可是广厦山庄。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
你们庄主还真是热忱之人，让你平时多看点书吧，怎么样？露怯了？几位，请。那是青台山的小仙师，来给庄主送丹药的。他不留下来参加宴会吗？这仙师们从来不在家中长留，沾染上凡人的俗气，不影响修道。几位，跟我来吧。这场面可不一般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此乃天梯云台，这叫师兄，仙台。我总感觉这里有点不对劲。小心为上。各位贵客请落座，桌上的仙果请随意享用。坐呗，来都来了，看看热闹呗。先坐吧。贺小姐，你坐这儿。多谢。几位，请慢用。多谢。今天来的人还不少。那庄主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？你稍安勿躁，这宴会上人太多，不能打草惊蛇。等晚点我们再单独拜会楚庄主。我倒是对他这个仙丹很感兴趣，药书上从未记载过什么返老还童的方子。那你真是个呆子，这你也信？什么返老还童？我看啊，就是那仙师故弄玄虚，也就是楚广厦这种有钱的冤大头才不信。庄主到！真是多谢诸位宾朋好友拨冗出席我楚某人的寿宴。楚某人喜得仙师恩赐仙丹，但楚某人不敢私享，所以今日便邀请在座的亲朋挚友来共同见证，共祝仙师美名远扬。诸位请见，此乃仙师恩赐仙丹。稍后楚某人便登上云台，温酒送服此丹，丹药功效1时3刻，便可得见。庄主，感觉如何呀？
自是妙不可言呐。你们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过来，我杀了你们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这是在做什么？不要过来！你们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怎么了？怎么感觉像中邪了一样？莫非现在还没显灵？吾已成仙，吾乃不死之身，尔等能奈我何？他肌效流血了，能奈我何？神捕营班，退！神捕营班，退后，退后！段庆，怎么了，霍小姐？他的死法和我父亲极像。楚庄主，楚庄主，神捕营在此，望诸位配合。所有人在山庄中安歇，在案情查明之前，不得踏出山庄半步。风清主，你和童双赶紧带尸体去义庄验尸。师妹，我们3人在山庄里面搜，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把刀给我。去哪儿啊？我帮你去吧，风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怕了？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怕他？不怕就来这儿，帮我。雕花的扁担中看不中用，你承不承认？承认。行，走吧。疯子，这事儿千万别告诉他们啊！验尸如何？疯子确实厉害，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了。我在楚广厦胃里残留的丹药当中发现了大量的赤金，我怀疑那个所谓的仙丹就是毒的来源。但楚广厦中毒的情况和霍宗耀还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霍宗耀的赤金是被下在了他的养生茶里面，量小不易被发现。他服用了长达半年之久，才导致了慢性中毒。而楚广厦不同，他的髓海并没有像霍宗耀那般千疮百孔，而且他的眼、耳、鼻里面有大量的黑血，这也能证明他是短时间内服用了大量的赤金，最后髓海破裂而亡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有人想要他的命。没错，我们刚查到楚广厦，楚广厦便死了，这一定不是巧合。可冯姨娘已经死了呀，那谁还能知道这赤金能够置换杀人？谁还能有这样的毒药？那个跛脚郎中，还有霍代荣。霍小姐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就算他要下药，他应该要避着你们才对啊，为何要把我们引过去呢？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况且啊，你们还说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啊，她会做这样的傻事吗？肯定不是霍小姐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16群侠命难逃。你好好想想吧你。楚广厦的死因已经查明了，他是怎么死的？确实跟你爹一样，是死于致幻之毒。怎会如此之巧？这就需要请教霍小姐了。
疑我？没关系，毕竟我也知道这种毒的存在，你们怀疑我也很正常。那现在是要怎么办？把我带回神捕营受审吗？霍小姐多虑了，所有知晓致幻毒的人都是嫌疑人，我们需要一个个排查，直到查明真凶为止。那你们准备从哪里开始查？我们有计划，不过需要霍小姐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这样不管是对谁都更方便一些。霍小姐也是聪明人，应该不需要过多解释吧？几位是？神捕营捕快钟雪曼，这3位是我的同僚，因为广厦山庄的案子前来拜访。师傅就在馆内，几位大人随我来吧。无稽之谈。楚庄主与我青台山福缘极深，他所服用的每一颗仙丹，都是本仙师亲自所制。这半年来，每到15，本仙师都会让弟子把研制好的仙丹亲自送到楚庄主的手中，从没出过差错。你们说楚庄主他腹中的丹有毒，你们怀疑他的死与我青台山有关，可有证据啊？哼！仙师啊，我们并非是怀疑您，只是排疑，例行公事而已。您这剩余的仙丹还有没有啊？在下对仙丹也是略知一二。此仙丹，那是仙界的极品，绝不是这民间药铺中所见之物啊！而且此仙丹是本仙师牺牲阳寿，道行从仙界所求而来。所以，仙丹炼成之后，服用者必须在1天之内服下，否则功效全无。哪来的什么剩余的仙丹啊？那丹方呢？丹方有没有？丹方也可以。丹方啊，丹方乃是由历代的仙师一人保管，岂能让外人所试啊？哼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仙师，老仙师，我们只是在办案查案，这是神捕营的职责，还请您配合些。老仙师，丹药可是从这儿出去的，如果您没办法证明楚庄主体内的毒跟您无关，那还请您跟我们回堂了。你们这是要抓我回去？好啊，本仙师就跟你们回一趟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神捕营是如何颠倒黑白、冤枉好人的。哼！老仙师，您莫动气，我们并非是这个意思。您先坐。这楚广厦服下丹药，当场毙命，此事影响甚大。我想老仙师也不想外人以讹传讹，说楚庄主的死因跟青台山的丹药有关吧？这位大人所说倒是有几分道理啊。不过这丹方我还是不能教育你们。老仙师，你钟捕快，老仙师。不过本仙师手中倒是有几颗废丹呢。废丹？是啊，各位有所不知啊，其实这炼丹的过程并不是每一次都一帆风顺。倘若这火候、气候还有所配的材料的比例稍有不慎，便会影响丹药的最终成效。有些成色太差的仙丹变成了废丹。我们跟楚庄主的仙缘如此之深，怎么会把那些废丹交到他的手上呢？老仙师，我们其实只要看一下这丹药的成分，成色不重要。那麻烦老仙师。小九，无论大人问你任何问题，你都要如实回答，绝不能隐瞒，知道吗？是，师父。多谢老仙师。
仙丹一直都是你在送，中间有没有别人经手过？没有，仙丹炼完之后，为了保住仙气，师傅会把它封到玉盒之中，再交到我手上，我再送到广厦山庄。送丹路上都是我一个人，绝对没有别人接触过丹药。那接单之人是楚广厦本人呢，还是广厦山庄的其他人？当然是楚庄主本人。这仙丹不能沾染俗气，要是被俗人碰过，这仙丹就被污染了。所以一直是楚庄主本人亲自接单。也就是说，接触过仙丹的只有老仙师、你和楚广厦。不，霍小姐，我只是送丹，没有接触过丹药。九仙长也是修仙之人，送丹的时候，难道就不好奇这可以让人羽化登仙的仙丹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不敢。仙丹炼完之后，师傅会亲自把它放到玉盒之中，直接用火泥封住，并且加盖私印。我若是中途打开，一定会被发现的。我就是再好奇，我也不敢做什么。这青台山到广厦山庄的距离不算近，九仙长是如何送丹的？是步行送丹。步行？没错，各位有所不知啊，苦行乃是我仙人一派修行的根基，所以我青台山的弟子，无论是去任何地方，只能靠他的双脚。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仙人们看一下我们的虔诚之心啊。靠脚？那要走多久？50是阳气上升的最旺时期，也是仙丹出炉的最佳时刻。而小九要赶到戌时，阴阳交替，太阳下山之前，把仙丹送到服用人的手中。所以这来回的路程，也就成了弟子们的修行之途了。路途辛苦，中间就没有什么停歇之地。送丹时间紧迫，一路岂敢停歇？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了，辛苦老仙师和九仙长。等我们查验完废丹之后，会给青台山一个说法。你要干什么？神不营的事，你来鬼市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问你点事儿。如实招来，你可别糖包子沾碱水，自讨苦吃。公子，打听到钟玄曼的下落了。广厦山庄出了命案，钟玄曼和几个神捕营的捕快去了哪里？广厦山庄，什么命案？听说庄主楚广厦在寿宴上暴毙而亡。公子，首座下了命令，按真营所有兄弟全力调查夜煞萧北明的线索，别的案子不需要管。而且这个案子现在是神捕营的人在办，此事暂不需要告诉首座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有结果了。如何？什么阳寿道行啊，不过就是一些普通的补药混上水银和黄石。楚广厦肚子里那个还起码是个赤精，这个一点赤精的成分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老仙长研究出来的丹药和楚广厦服下的是两种？没错，
现在就奇怪了，这小仙长说呢，这药一路在他身上带着，一路上也没有遇到过别人，也没有和别人接触。有人要想把这药调包，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那个九仙长撒谎了。撒谎？我当时看他的表情是有些慌张，可普通人面对神不应的讯问，那也正常呀。他当时还有别的小动作。屁股？不只是屁股，还有胯部。他受了伤，而且是刚受伤不久。那他干什么能伤到胯部和屁股啊？骑马？而且我观察到他虎口红肿，他应该是不善于骑马，长时间牵拉缰绳所致。那小仙长果然在骗我们，他根本没按照他师傅所说的步行苦修，他是骑马送丹。这骑马到广沙山庄的时间，可比步行要短得多。这中间的时间，他能做的事情多了去了。那我们赶紧去青台山啊！这要让他跑了就麻烦了。钟捕快呢？你不杀！啊！楚广厦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既然跟你没关系，又为何要趁着夜色逃走？我就是下山去赏月，难道这也有罪吗？还在装？你以为你骑马送丹的事情能瞒得住我们吗？骑马到广厦山庄至少能节省1个时辰的时间，这1个时辰内你去了哪里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还不说是吧？我说，去了哪儿？我去吃了顿饭，只是吃了顿饭而已。还不说实话？你只是吃了顿饭，为何要撒谎欺瞒我们？我食的是荤腥。我们青台山规定弟子要苦修，食荤腥是大忌，但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口腹之欲，每次趁送丹药的机会，就会去饭庄偷食。既然破了戒，大不了还俗啊，为何要选择逃跑呢？我们戒律极严，要是犯了戒，那是要受杖罚的。我犯了那么多次戒，那几十板子打下来，不死也残了。我怕你们查案查出来，哪敢不跑啊？你去的是哪家饭庄？叫什么？在什么地方？就是离青台山不远的金木客栈。楚广厦丹药的事情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那家掌柜可以为我作证。跟我走，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只是去了趟饭庄。他看起来不像是撒谎的样子，而且他也没有杀楚广厦的动机。若他说的都是真的，那饭庄人来人往，九仙长注意力又全在那什么鱼肉上面，那丹药一不注意就被人调包也是有可能的。我现在是越来越想不明白这个案件了。楚广厦和这个霍将军又是同袍，2个人莫名其妙的有这种钱财往来，先后死去，死因都一样的，真搞不明白。那不恰恰说明这2起案件的凶手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吗？你又想说是霍小姐是不是？不可能！如果丹药是在送丹过程当中被调包的，那霍小姐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啊，她根本没有时间换。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我也想不通。鬼市有发现吗？你去找老头了？没找到，但我找到了鬼市的看守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问你点事儿，如实招来。
他告诉我，这个老头走了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。但我是立秋的16，鬼点子多。我在他的药铺里面发现了这个东西。疯子，你是行家，你看看这个印记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普通一个丝印吧。那和我猜的一模一样。大哥，我立刻找人寻找这个印记。如果有相同的药瓶出现在京城，我马上就能知道。走了。哎，切记暗中调查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放心，来，我机灵着呢。这个你不拿啊？不用，扣脑子里了。师妹，你明日去查一下那个9仙长说的饭庄是否属实。风行卓，我们明天再去找一趟霍小姐。哦。霍小姐，你们查的怎么样了？青台山老仙师炼制的丹药和楚广厦最后吃的丹药是2种丹药，问题出在了送丹的路上。我那天可一直跟你们在一起，中途也没有时间去换丹，这下我的嫌疑是不是可以洗清了？当然，我俩都是你的证人。霍小姐，这上面的印记你认识吗？那人没了，姨娘以后也不必点灯熬油的为他制茶了。这茶包留着无用，有人拿去丢了。我记得，那郎中给我娘的丹药上也是这个印记，盒子还在霍府。这么说，那郎中和楚广厦的死也有关系。这账本有何问题？追凶断案不是我所长，但这账本我已经整理完了。表面看起来，广厦山庄的账目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楚广厦的私账里却藏着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你去吧。公子，刚刚都打听过了，楚广厦是服下所谓的仙丹后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突然暴毙的。尸体呢？被神捕营的人拉去义庄了。那仙丹是从哪儿弄来的？青台山。他不在外面吃啊，不在外面吃。您这边请。你也知道，这仙师不能犯荤腥，九仙长害怕被别人看到。每月15，他会从这后门直接进这屋，这后门平常不开的。他就坐在这个位置。我会提前备好他喜欢吃的菜。这个吃完以后啊，您这边请。吃完以后，他会直接从后门出去，骑上我提前给他备好的马离开。掌柜的做事如此细致，看来九仙长没少给你好处啊。哎呀，小钱小钱，不值一提。照你这么说，九仙长在这儿确实接触不到什么人。那是自然。这些契约和单据是来自兵部和工部的。早年间，大齐的边境并不安稳，仗打得多。广厦山庄最早发家就是靠倒卖铁器。这些铁器都卖给了兵部和工部。兵部和工部要铁器干什么？用来做武器。这里面也有霍将军的手艺。霍将军一直在兵部任职，而楚广厦又曾经是霍将军的手下，肯定脱不了干系。那这是以权谋私啊！军队需要武器，只要质量上乘，价格公道，那有何不可？那楚广厦定期往霍府汇钱就不寻常了。
这账本还有何问题？后来广厦山庄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财富也越聚越多。可是我发现，除了给霍府的钱，广厦山庄还汇了一大笔钱去往威州。威州？这账本上看不出来是汇往威州何处，何人收钱。怎么还和威州扯上了关系啊？我也想不明白。楚广厦给我爹汇钱还说得过去，但那么大一笔钱汇往威州，又没有任何生意上的往来，实在想不通。查清楚广厦的死，可能就知道了。跟我查问的结果一样，九仙长说吃饭的时候丹药全程在他怀中，他不喝酒，也不接触其他客人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想要不知不觉换掉他怀里的丹药，怎么想也是不可能的。这太奇怪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走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去哪儿？重走一遍宋丹路。就算要查，也没必要亲自走一趟吧？这一趟好几个时辰呢。如果不亲自走一趟，怎么能发现疑点？走吧。不是，你们还怀疑霍小姐？这是九仙长每次送丹途中都会来的地方，就在这间房中吃饭。若如他所言，确实接触不到什么人。是啊，这一路上闲人寥寥的。况且九仙长的丹药一直揣在兜里，就算是神偷在世，想要从他那调包也是不可能的。换马，去广厦山庄。时间也对得上。各位大人，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得上的。李管事，我们想打听一下，每次丹药送来以后，楚庄主都是亲自接的吗？是，每次都是，从无例外。那楚庄主每次接到以后都会去哪里？诸葛公子今天所问的问题，昨天申不赢的钟捕快都已经问过了，而且他还抓走了我一个弟子。老家，把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跟我说一遍。里面请。官府下了令，在案件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我们都不许进来。所以庄主去世之后，这些门都是锁着的。李管事，那里面我能看一下吗？啊，大人请便。李管事，这个我能打开吗？啊，大人随意。这箱子里面应该是庄主之前祭拜神仙用的东西。这应该是之前装仙丹用的盒子吧？正是。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霍小姐，你们这是？自从安葬了我姨娘之后，我便把家中的下人都遣散了，家中的弟子也都去投效军营。我打算把这宅子变卖，和青英换一处小一点的院子安置。案件又有新进展了，我们来这儿正是为了此事。暂说无妨。关于楚广厦的死，其实我们一直存在一个误区，认为丹药是在送丹途中被调包的。如果真是那样，那霍小姐就没有任何嫌疑了。但直到我在楚广厦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盒子，我才知道凶手真正的手法。这盒子有何问题？打开它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关上，再打开一次。这是机关盒。没错，
凶手只需要提前把毒药放在盒子里，送到青台山。老先生打开以后，以为是空的，便将丹药放入。但只要这个盒子一关上，机关会自动把上面那一层吸在底部。送到楚广厦呢，楚广厦就只能看到盒子里的毒药了。也就是说，丹药在出炉的时候就已经被换掉了。那赶紧去查查，这盒子是哪家做的呀？玉盒都是楚广厦专门找玉器店打造的，这就是我们从店家那里拿过来的盒子。我检查过了，是很普通的盒子。既然盒子没有问题，那这机关盒是如何送到老仙师手上的呢？很简单，跟这机关盒的原理一样，瞒天过海。每月15一早，仙丹出炉前，我会准时将盒子送到青台山。青台山哪里？山下，山上会有仙师来接。那盒子确实是每月15一早送来的，由玉器店的老板亲自送到山下。但昨天送盒子的是个伙计，他上了山。上了山？没错，我一出关，在这儿就碰到了他。当时我还在想，可能是新来的伙计。哎，真不错，给我省力了。我明白了，送盒子的人明明送到了山下，可接盒子的人却在青台山门口接到的。凶手先是假扮成了青台山的仙师，骗过了山下的玉器店老板，又假扮成了伙计，把机关盒送给了青台山的仙师。好一招瞒天过海！霍小姐果然聪明。可就算知道了作案手法，也不能锁定凶手是谁啊。倒也未必。你知道凶手是谁了？霍小姐，你还要藏到什么时候？你们还怀疑我？楚广厦死的那天，我可一直都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霍小姐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青台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？也就是说，接触过仙丹的人只有老仙师、你和楚广厦。啊，不，霍小姐，我只是送丹，没有接触过丹药。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向九仙长介绍过自己的姓名，但九仙长脱口而出霍小姐的称呼，说明青台山的人早就认识你。于是我让童双去调查霍府那些被你遣散的家仆。霍府的人说，自冯姨娘生病以后，霍小姐每月15都会上青台山给冯姨娘祈福，可有这事儿？若丹药真是在送丹途中被调包，霍小姐确实没有时机。可若霍小姐一早赶到青台山，再赶回霍府，最后和我们一起去广厦山庄，快马加鞭，还是来得及的。这老先生也说过，楚广厦服这丹药已经很久了，每月都去青台山的霍小姐，想了解送丹过程也并非难事。再者说，霍小姐的伪装之术无人能比，伪装成老仙师也好，九仙长也罢，都不在话下。你假借查身世，跟我们一起去广厦山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你最好的时间证人。这都是你的推测，根本就没有实证。不，有证据。这西施雪可是帮了我们大忙。那个接盒子的仙师，您可还记得？能认出来吗？模样我记不清了，但每次来接盒子的仙师都不一样。我记得那位仙师身上有一种很浓、很特殊的香粉味。对，那个送盒子的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香粉味，是一种很特别的味道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是这个味道吗？当时我还在想，山上的仙师身上应该是香火味，怎么能是香粉味呢？奇怪。您可还记得这个味道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玉器店的老板和青台山的仙师都确认是这个香味。霍小姐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也能算作证据？我为何要杀楚广厦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或许和叶煞有关。萧北明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为了破案，居然将叶煞的罪名强加于我。多说无益，跟我回神不营。你休想！恐怕由不得你。
回事？事已至此，不要再反抗了。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你伪装得很好，但还是露了几处破绽。首先是冯姨娘，一个爱女如命的母亲，在临终前最不舍得、最想见的，应该是自己的女儿才对。可她仅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看向的却是你，还将女儿托付于你。娘，小姐，就拜托你了，少跟我操心。是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不是简单的托付，而是在向你要一个保证。因为他女儿的命，捏在你手里。哼，当时在场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怀疑我，就这么一丁点的小破绽，竟然被你发现了。不止这一点，刚刚我们和霍小姐说的全部属实，只不过除了霍小姐以外，还有一个人，每个月都会去青台山，而且跟霍小姐用的是同一种香粉。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她身边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的丫鬟。霍小姐，青樱是不是也用的稀释血？从小到大，我俩都共用装瓶。人会习惯自身味道而察觉不到变化。霍小姐最近正在守孝，根本不是香粉。所以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你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不好！为什么要杀楚广煞、霍宗耀？因为他们该死。是因为海牙？你也是海牙孤儿？没错，一切都按主升的计划在做，只是萧北明，哼，鱼咬到饵了就不会轻易松口，你继续按计划行事。是。海牙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以为我会是朱一铁那种软骨头吗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霍小姐，你也别太难过，身子要紧。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青樱，她跟在我身边那么长时间。好在你洗清了嫌疑，不是吗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对不住啊。审得怎么样？他什么也不肯说。也是，都是一群不怕死的人。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我们没有把他交给申不赢，也不会对他动任何私刑的。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我们才来找你。找我？可我不懂审讯之法。不用懂，霍小姐，因为你是最了解他的人，而且你也有可能是他最在意的人。童捕快，你先出去吧。啊？他不会伤害我的。就让我来问吧。那你注意安全。又要哭。以前我就跟你说过，眼泪是这个世界上
最没用的东西。你骗了我，骗了我娘，就为了杀我爹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当初你被人牙子发卖，在青楼门口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是我救你出苦海。你虽是我的婢女，可我和我娘从未把你当作下人对待，我更是把你当亲姐妹一般。你怎么能？到底为什么？不是你救了我，是我让你救的，是我选中了你。你不要带我！你少废话！这供他吃供他喝的，你赶紧给我进去！就是。因为你和我一样，都是海牙孤儿。海牙是什么地方？本来我进霍府，是想找机会告诉你你的真实身世，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就像我一样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冯姨娘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，让你变得如此懦弱。我以为让你爹娘都离开你，你就能勇敢一点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又信他们。我娘的死，也是你计划的。没错，那跛脚郎中是我介绍给冯姨娘的，也就是说，那毒粉是我让他下到你爹茶里，也是我命令他去顶罪的。他为什么会听你的？很简单，拿你的命去要挟他就好了。他为了你，可以做任何事情，哪怕是那天我让他服毒，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到底为什么你要如此作恶，毫无人性？没有人性的不是我，是你爹，是楚广厦，是那些参风甲。我所做的恶不及当年那些人对海牙做的1/1000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，只是让他们罪有应得。什么参风甲？你在说什么？算了，本来这些就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。你们都进来吧，你们这些大齐的伪君子，也好好的听一听，你们所谓的正义和法理，到底有多么虚伪。公子，属下打听到，今日钟雪曼又带人去了一次广厦山庄和青台山，他这是？他在查杀害楚广厦的凶手，也有可能是杀害霍将军的凶手。杀霍将军的凶手不是冯姨娘吗？钟雪曼不是说他已经畏罪自杀了？他说的未必是全部。那我知道去哪儿找他了，跟我走。参风甲是什么？海牙在大齐的边境。宁泰36年，大齐曾派一支名叫参风甲的军队去海牙驻守。陛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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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没想到，参风甲一到海牙，竟对海牙的百姓挥起了屠刀。一夜之间，整个海牙都被鲜血染红，
手无寸铁的海牙百姓，只能在参风甲的刀下哀嚎求饶，却依旧逃不过惨死的命运。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爹娘。参风甲屠城，大齐怎么可能对百姓做这种事情？哼，信不信由你。若是你爹和楚广厦此刻还活着，他们绝对不敢跟我当面对质，因为他们就是参风甲的一员。既然如此，那参风甲屠戮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恶事就是参风甲做的。向先皇谏言屠城的人，就是3年前的那些高官，他们也死有余辜。不论什么原因，杀了人就要以命偿命，何况那是一座城。所以我只需要按照主上的计划，让他们偿命，别的我都不在乎。主上，你说的是叶煞？当然。朱一铁说，叶煞很有可能在3年前风伯湖上就已经死了。你杀掉楚广厦还有霍宗耀的任务，是谁给你下的？主上怎么可能会死？我告诉你们，主上是神，是所有还活着的海牙人的信仰和光明。他永远都不会死，他会一直带着我们活下去，直到大齐付出应有的代价，直到为所有的海牙百姓报仇雪恨。哎，你们站住！凶手又是畏罪自杀。我又来晚了。哎，来的正是时候。这案子是你们暗针营的，那尸体就由诸葛公子亲自带回去。来吧。钟雪曼呢？钟捕快先回去了。让他来见我，马上。